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相信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些看不见的存在吗？你会在深夜的小巷里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吗？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夜晚，也是那晚我才真正明白了奶奶从小对我的叮嘱：晚上走夜路，听到哭声千万别回应，更不要靠近。那是大学时期的某个深秋夜啊，为了赶论文，我在图书馆熬到了凌晨2点才离开。回家的路并不算远，但中间需要穿过一条老旧的小巷。说实话，那条巷子我白天走过无数次，可夜晚的它却让我浑身不自在。那晚风很大，吹了小巷两旁的枯叶沙沙作响，周围的居民楼大多漆黑一片，只有偶尔的一两盏灯还亮着。风穿过楼间的缝隙，发出低沉的呼啸声，再加上偶尔的吱嘎声，仿佛有人在轻轻推开一扇虚掩的门。我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回家路，却没想到这会是我人生中最难以忘记的一夜。就在我快要走出巷子的时候，一声低低的哭泣声在背后响了起来。小时候，奶奶总爱搬着她那把老藤椅，坐在院子里，望着远处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：晚上走夜路，听到哭声千万别理会，更不能靠近。人哭的时候，魂魄最虚弱，若那声音不是人，你的魂魄就会被勾走。他总是一边说一边摇着椅子，那吱呀作响的声音比他的话还让人毛骨悚然。我和弟弟缩在一旁，偷偷交换眼神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奶奶又在吓我们呢。弟弟低声说：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吗？我也附和地点头，压根没当回事。直到后来有一次，奶奶半夜忽然从梦中惊醒，神色慌张地把我和弟弟叫到床前。她说她梦见远房的表叔深夜走小巷时听到哭声，好奇地靠近，结果一夜之间发了高烧，整个人像丢了魂似的。表叔的事我们其实也听说过，但家里人都说他是病了，没人提起奶奶那套魂魄被勾走的说法。奶奶却坚持梦是神明的警告：你们记住，无论多好奇，别回应，别靠近，越靠近那东西越盯着你。她说着紧紧攥住我的手，眼里写满了恐惧。我那时年纪小，根本不相信，哭声怎么可能不是人发出来的？而且这年头谁半夜会在巷子里哭？我笑着和弟弟打趣：奶奶的故事听多了，不如写本小说。可笑的是，长大后那些曾经嗤之以鼻的话，竟一字不漏地印在了脑海里。那种印象，直到多年后那次我真正听见了哭声，才变得如此清晰。那个夜晚，奶奶的叮嘱成了我的救命稻草，但也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。那是大学4年级的秋天，课程和毕业论文像座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整晚待在图书馆，埋头整理笔记，熬过了漫长的夜晚。直到凌晨2点，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踏上回宿舍的路。图书馆离我住的地方其实不远，10几分钟的路程而已。要说特别，也无非就是那条必经的小巷。那是一条早就听人议论过的巷子，白天路过时看着没什么，最多是显得老旧破败，但一到夜里，总让人觉得它的静谧多了点不对劲。那晚的风特别冷，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，裹紧了我的外套还是止不住一阵阵寒意。脚步踩在落叶上，沙沙作响，声音在巷子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昏黄的路灯洒下微弱的光，一盏比一盏暗，像是随时都可能熄灭。巷子两旁是老旧的居民楼，砖墙上斑驳的痕迹像一张张扭曲的脸，窗户偶尔透出点灯光，但大多早已漆黑一片。风从楼间的缝隙穿过，带来一阵阵低沉的吱嘎声，像是有人推开了虚掩的门，却迟迟没有走出来。我低头走得匆忙，只想赶快回到宿舍，把这段诡异的路程抛在脑后。可随着风声越发凛冽，我心里总有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像是背后有什么东西在悄悄跟着。
偶尔的脚步回响，竟有些像另一个人在我身后轻轻踩着步子。别多想，我自言自语着，想用理智压下莫名的紧张感，可脚步却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几分，那种想离开这地方的急切感越来越强烈。小巷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连我的呼吸声都清晰可闻。可就在我快走到巷子尽头时，一声隐约的低低哭泣从背后飘了过来，断断续续的，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是贴在耳边的呢喃。那声音忽远忽近，起初只是沙哑的低气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。我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，身体僵住了。一个念头在脑中迅速闪过，这么晚了，谁会在这里哭？我回头看去，巷子里依然空荡荡的，只有路灯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不稳定的光。那声音瞬间消失了，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我的错觉。我站在原地，静静听了几秒，四周只有风声和落叶被卷动的声音，可能是楼上的住户吧，或者风声带来的错觉。我这么安慰自己，摇摇头，继续往巷子尽头走去。可是走了几步，那哭声又出现了，比之前更近了，也更清楚了。沙哑而压抑的哭声中，隐约夹杂着断断续续的喃喃声，像是一个女人在自言自语。尽管听不清内容，但那语气中的绝望和哀怨让我后背发凉。我加快了脚步，试图甩开这诡异的感觉，但那哭声却像是粘在我的耳边，无论我怎么走，它都保持着一个奇妙的距离，始终在我身后徘徊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声音像是从低空传来的，不是脚下，也不是楼上，而是贴着我的后背，若有若无地漂浮着。冷静，冷静，我强迫自己不要慌，试图用理智压制住内心的恐惧。这种声音可能是风传过楼缝，或者有别的什么合理解释，但一颗心还是不由自主的狂跳，仿佛有一根冰凉的手指在一点点拨动我的脊椎骨。喂，有人吗？我忍不住喊了一声，声音在空荡的小巷里回响，但回答我的只有哭声变得更加低沉和绝望的回音。这一刻，我忽然想起了奶奶的警告，听到哭声，千万别回应，更不要靠近，越靠近越危险。那哭声像是钻进了我的脑子里，挥之不去。我的脚步越快，它就越急促，像是一个无形的影子紧贴在我身后。心里明明清楚奶奶的叮嘱，不要回应，更不要靠近，可好奇心却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拉扯着我。为什么不帮我？为什么我要走了？声音越来越近，越发清晰，那喃喃的语调带着一种撕裂般的绝望。我忍不住屏住了呼吸，脑子一片混乱。我停下脚步，缓缓回头，空荡荡的小巷还是刚才的样子，没有人，只有风从狭窄的过道中穿过，卷起一片片枯叶。路灯闪了几下，忽明忽暗，像一双疲惫的眼睛慢慢闭合。我盯着那空无一物的路面，感觉心跳快要冲出胸膛。冷静，冷静，我对自己说，试图用理性压住内心的恐惧。可耳边那低沉的哭声和喃喃声，像是复古之句，无论我怎么忽略，它始终在那里。甚至每听一句，我都能感受到一股寒意顺着后背慢慢往上爬。快回家，别管了。脑海中一个声音在嘶吼，可双脚却仿佛生了根。我无法控制自己继续走，反而鬼使神差地慢下脚步，试图听清那些模糊不清的话语。就在这时，路灯猛地闪烁了几下，整个巷子陷入短暂的黑暗。黑暗中，我清楚地听到那声音就在耳边。为什么不帮我？我的腿一软，差点跪倒在地。灯光再次亮起时，我几乎是用尽全身的力气站稳，低头快速朝巷子尽头冲去，不敢再有片刻停留。可就在我即将到达巷口的拐角时，一抹白色的影子映入我的视线。他站在那里，身形模糊，但看得清，是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。她背对着我，头微微低垂着，肩膀在微微颤抖，就像是在哭。我的脚步猛地停住了，心跳如来，
几乎屏住了呼吸。是他，还是他？他站在路灯下，昏黄的光像一层薄雾，笼罩着他瘦弱的身影。那身白色连衣裙看似普通，却因为四周的死寂显得格外醒目。裙摆微微晃动，仿佛风穿过他的身体，而不是被阻挡。他的头发披散着，凌乱的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噩梦，垂下的发丝几乎遮住了半张脸，肩膀轻微的抽动着，伴随着一声声断断续续的低泣，像一只迷失的孤魂在哀悼什么。地上一片闪烁着冷光的玻璃碎片映入我的眼帘，玻璃上反射着路灯的微光，像一把把锋利的小刀散落在地。他光着脚，白皙的脚背上覆满了鲜红的血迹，顺着玻璃的边缘蜿蜒流下，浸湿了他脚下的水泥地。即便如此，他像是完全感受不到疼痛般，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腥味，我不知道是风带来的，还是从他脚下渗出来的。我不敢再多看那刺目的血迹，连呼吸都放得极轻，生怕惊扰到他。可这并不能压下胸腔里疯狂跳动的心脏，那种低沉的砰砰声仿佛能穿透骨骼，与耳边的哭泣声交织在一起。我想转身逃离，却发现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，脚下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牢牢定住。我甚至觉得，若是再动一动，就会踩到什么不该踩到的东西。他的头轻轻侧了一下，但没有完全回过来，只是微微偏向我的方向，动作僵硬的像是一只破损的木偶。哭声似乎断了一瞬，变成了一种低低的喃喃：你为什么不帮我？这一句话瞬间像针一样刺激了我的脑海。我咬紧牙关，拼命说服自己这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，可心底那个声音却在尖叫：你知道不是的。他缓缓转过头，那一瞬间，我的呼吸像被掐断了一样，眼前的一切都凝固了。他的脸竟然没有五官，没有眼睛，没有鼻子，没有嘴，只有一片苍白的平滑皮肤，像一张被抹去所有表情的画布。昏黄的路灯下，那张脸显得异常扭曲，仿佛不是人类的躯壳，而是一块被强行拼凑起来的假象。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几乎发不出声音，双手下意识地捂住嘴，拼命压抑着尖叫。我倒退了一步，却踩在一块玻璃上，发出刺耳的咔嚓声。那声音在寂静的小巷里无限放大，像是打破了某种禁忌。他听到了，那没有五官的脸竟然抬了抬，像是在确认什么，随即朝我靠近，不是走过来的，而是像被风推着一样，身体轻飘飘的向我飘过来。他的动作僵硬的不自然，手臂随着身体的移动无力的晃动，就像是一具没有生命的木偶。我的心跳几乎停止，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他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直到我几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冰冷气息。我双腿发软，差点跪倒在地，眼前一片模糊。就在他的脸几乎贴上我的瞬间，他低低地开口了。救我！声音嘶哑而绝望，像是从无底的深渊传来。这两个字盘旋在我的脑海里，像一根根冰冷的针，刺穿了我的理智。我想转身逃跑，但身体仿佛被锁住了一样动弹不得。脑子里奶奶的声音忽然变得无比清晰：不能回应，不能靠近。我拼命闭上眼睛，不让自己看向他，用尽全力强迫自己专注于脑海中的咒语。那是小时候奶奶教我的，用来驱散邪气的平安咒语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，但此刻它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天清地灵，神佛护佑，我在心里默念一遍又一遍，声音颤抖却固执。那冷气依然笼罩着我，仿佛它就在我的耳边。可是渐渐的，哭声和喃喃声似乎开始变得遥远，那种逼近的冰冷也慢慢消散。我咬紧牙关，屏住呼吸，继续默念，直到四周重新恢复了安静。当我鼓起勇气睁开眼时，巷子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抹白色的身影仿佛从未存在过，只有路灯下的玻璃碎片和一滩暗红的血迹，证明刚刚的一切不是幻觉。我瘫坐在地上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他到底是人，还是别的什么东西？他要我救他，又是什么意思？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，但此刻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。刺耳的刹车声划破了死寂的空气，我猛地睁开眼，发现一辆警车停在不远处，刺眼的灯光让我有些恍惚。一位巡警快步走向我，皱着眉上下打量着我的狼狈模样。大半夜的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刚刚有个女人打电话报警，说这里有人哭，但我们赶到时什么都没发现。听到女人这个词，我的心脏又是一紧，寒意顺着脊椎窜了上来。我哑口无言，只能抬起颤抖的手指向刚刚的路灯下，她在那，穿白裙子。巡警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随即摇头，你是不是吓到自己了？我们刚刚搜了整个巷子，连只猫都没看到。他的语气带着一丝不耐烦，但更多的是困惑。我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当我再次回头看时，巷子里果然空荡荡的，风吹过那盏昏黄的路灯，影影绰绰，却没有一点人影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我脑海中的一场错觉。唯一剩下的是地上的玻璃碎片和一张照片。那照片半掩在玻璃下，边缘已经泛黄，但女孩灿烂的笑容依然清晰。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，头发散落在肩膀上，站在一片空旷的田地里，笑得明媚而纯真。我盯着照片，脑海里一阵轰鸣，是她照片上的女孩，正是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女人。你在看什么？巡警也注意到了我的异常，低头瞥了一眼照片，神情瞬间凝固。他蹲下身捡起那张照片，仔细端详了几秒后，脸色变得有些复杂。这女孩好像是3年前那起事故里的受害者，巡警低声说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迟疑和诧异。我记得是个大学生，因为赶路穿过这条巷子，被一辆货车撞倒，当场。他说不下去了，但我却已经明白了所有。一阵莫名的窒息感攫住了我的胸口，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的声音，救我。巡警见我脸色苍白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你可能太累了，这种地方确实让人瘆得慌，别胡思乱想，赶紧回去吧。我机械地点了点头，但脑子里却一片混乱。那个女孩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故丧命？她向我求救，是想让我做什么，还是只是冤魂的最后一声无助的呼喊？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巡警忽然追上来，把照片递给我，这张照片你带走吧。为什么？我愣住了，不敢伸手去接，这种东西留在这里只会招来更多麻烦。他说了轻描淡写，却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。走出巷子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盏路灯闪了2下，又恢复了安静。手里的照片微微发凉，像一个无法被解开的谜团，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掌心。我没有再听到他的哭声，但他的声音却一直在脑海里回荡。为什么不帮我？我紧握着那张照片，越看越觉得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遗物。照片上的女孩笑得灿烂，但那笑容里却藏着某种难以察觉的哀伤。她为什么会带着照片走上这条巷子？她的死真的只是一次意外吗？警察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回荡，那女孩死得很惨。当时听说她是为了捡起掉在路中的照片才被货车撞上的，她说得很轻，但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进我的脑海。照片上的每一寸细节都让我觉得不安，尤其是女孩眼神所指的方向。我死死盯着那张照片，却突然觉得背后传来一阵寒意。风明明已经停了，可后颈却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地拂过。为什么不帮我？那个低低的声音又响了起来，沙哑而绝望，像是穿过时间的束缚，贴着我的耳膜缓缓挤出这几个字。我猛地抬头，心跳如鼓。巷子尽头的昏黄灯光中，隐约浮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白色的连衣裙，披散的长发，瘦弱的身影，正是照片里的那个女孩。她站在那里，低垂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等待。我紧张地吞了吞口水，
不敢眨眼，生怕一个眨眼，他就会瞬间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突然抬起头，没有脸，只有一片模糊的空白。他的身体开始朝着我的方向飘动，脚步声轻得像是风穿过落叶的声音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。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动弹不得。照片上的女孩和眼前的影子重合在一起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奶奶的叮嘱：不要回应，绝对不要回应。救我！那声音再一次传来，带着冰冷的气息。它停在了离我只有1步的距离，那张无脸的脸缓缓凑近，似乎想要看清我的表情。我终于忍不住闭上眼睛，拼命压下心中的恐惧，用尽全力将照片扔了出去。照片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落在了他的脚边。四周的风突然停了，耳边的哭声戛然而止。我鼓起勇气睁开眼，巷子里空荡荡的，连那张照片也消失不见了。几天后，我听说那条巷子被封锁了，原因是施工队在路灯下挖出了一只布满血迹的相机，而照片上的最后一张，正是那个女孩站在路中央，低头捡起照片的一瞬间，她最后的目光直直地望向镜头，像是在对某个人诉说着什么。那一刻，我明白了，她不是要救赎，而是要传达她未尽的心愿。至于她的声音为什么会在我的耳边回荡，也许答案永远无法知晓。